如果一个岛离本岛不算遥远，要建立连接，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？答案显而易见，建一座大桥。但在最近的2026年国庆群众大会上，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却给出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。他宣布，新加坡正在研究建设一条海底隧道，把本岛和德光岛连接起来。而且他自己也承认，新加坡过去有建设地下公路隧道的经验，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规模的海底隧道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工程，而是一项可能持续几十年的国家级基础设施规划。明明可以建桥，为什么新加坡偏偏考虑往海底挖？更重要的是，为什么现在就开始研究一项可能几十年后才真正完成的工程？要理解这个决定，得先搞清楚德光岛到底有多重要。德光岛不是普通的离岛，它是新加坡最大的外岛，原本由大德光岛和小德光岛两个岛屿组成。通过持续的填海造地以及在小德光岛四周完成的水填工程，两个岛如今已紧密相连，合二为一。2025年9月，历时7年，耗资12.3亿元的德光岛围填造地项目顺利竣工，新增了大约800公顷土地，相当于2个大巴窑市镇的面积。然而，工程并未止步于此，政府计划继续在德光岛南部进行进一步的填海造地。填海的首要目的极为明确，为新加坡武装部队提供更广阔的训练空间。国土面积有限，但实弹训练、野外演习等军事需求无法完全在城市环境中进行。因此，德光岛最重要的核心价值首先是国防。新加坡一直在极为有限的土地资源中，精细化地为国家安全保留充足的战略空间，德光岛也因此承担着守护国家安全的重任。不过，德光岛的未来绝不仅仅是一座军营。黄循财总理在演讲中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，即使在满足了新加坡武装部队未来的训练需求之后，德光岛仍将保留约500公顷土地，可供未来民用。更为耐人寻味的是细节，政府目前尚未决定这片土地的具体用途，无论是住宅、商业、高科技园区还是新产业，统统没有定案。黄循财总理指出，倒也不必急着现在做决定。这种规划哲学打破了传统有了土地就必须立刻规划开发的逻辑，而是先将空间预留出来，把决定权交给未来。这500公顷土地最宝贵的地方，正是为新加坡未来的发展保留了极其珍贵的选择权。既然德光岛的战略地位如此关键，它目前的交通状况又如何？其实直到今天，德光岛与本岛之间依然没有任何陆路连接，几代新加坡新兵前往德光岛训练，都必须依赖海运。过去大家乘坐的是没有冷气的登陆艇，全程只能站着。如今虽然换成了快速船艇，出行舒适度大大提升，但它本质上依然是一座依赖航运的离岛。随着德光岛面积持续扩大，军事训练需求增加，以及未来500公顷民用土地的逐步解锁，仅靠船运显然无法满足长期的高频往来需求。德光岛必须与本岛建立更加稳定、高效的连接。既然需要陆路连接，为什么偏偏不建大桥？这背后关乎新加坡最核心的生命线——航道。从地图上看，建桥似乎是最直接的方案，技术上并非不可行。然而，德光岛与本岛之间的海域并非普通水域，而是全球繁忙的国际航运枢纽之一。如果在此建造大型跨海大桥，就必须牺牲庞大的水面空间，不仅要考虑桥墩对航道宽度的限制，还要顾及大型货轮的通航高度、港口运营效率以及未来的航运扩展需求。黄循财总理的逻辑十分清晰，建桥会阻断繁忙的航道，既然海面上无法跨越，那就将视线投向海底。别人看到的是一片大海，新加坡看到的则是海上、海面、海底的三维立体空间。海面上要留给航运，海底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破局的新空间。海底隧道绝非为了展示技术而盲目炫技，而是在有限土地、繁忙航道与交通需求之间所寻找出的最佳解法。不过必须指出的是，
新加坡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可行性研究，并非已经确定开工。黄循才总理明确表示，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从工程技术角度来看，海底隧道面临着重重考验。其一是复杂的地下与海床地质结构，这直接决定了隧道的挖掘方式。其二是极其严苛的防水与高水压环境，海底隧道所承受的水压远超普通地下公路隧道。其三是长距离施工带来的通风、消防、应急疏散、供电及长期维护等一系列系统性难题。其四则是长达几十年的使用寿命与长期安全性。因此，可行性研究的核心并非仅仅回答能不能挖，而是要在技术可行性、经济成本、安全系数与长期需求之间，评估这项工程是否真正值得投入。那为何偏偏选择在此时展开研究？因为德光岛乃至整个新加坡的岛屿版图正在发生深刻变化。在同一场国庆群众大会上，政府公布了一系列外岛与海岸发展的长期蓝图，从东部的德光岛，到南部的长岛、圣淘沙和布拉尼岛，再到西部的玉郎岛与西部岛屿。圣淘沙与布拉尼岛将建设新的旅客捷运系统，并探索水上德式。玉郎岛除了既有的堤道外，将辟设第二条通道，并建设连接西部岛屿的新连道。这一系列规划表明，新加坡并非孤立地研究一条德光岛隧道，而是在重新审视未来几十年整体外岛与本岛的交通网络。一系列动作展现出了新加坡重新组织国家地理空间的战略远见。放眼整个国土，东有德光岛，南有长岛与圣淘沙，西有玉郎岛和西部岛屿。过去的新加坡，空间高度集中在本岛，而未来的新加坡，城市空间正不断向海岸、离岛与填海区域延伸。填海解决了土地从哪里来的问题，而交通连接则解决了空间如何高效利用的问题。海底隧道正是这一空间战略的重要拼图，它确保了在绝不牺牲现有国际航运优势的前提下，将新拓展开来的空间无缝融入国家的整体发展之中。黄循才总理在演讲中反复强调了一个词：几十年。他在演讲中说，所有这些项目都需要数十年才能完成，他们需要跨越多个政府任期的资源、规划和投资。这些项目不是1年2年能够完成的，他们可能跨越多届政府、多个经济周期、多代人的需求变化。但新加坡依然选择提前规划。当年先辈们着手建设玉郎岛时，同样无人能准确预测它未来会演变成怎样的世界级石化中心。但先辈们选择先把基础设施与空间准备好，随后产业、能源与港口相继汇聚，巨大的经济价值才得以逐一释放。今天的德光岛正是在延续这种思维模式，未必现在就要定死未来的模样，但必须提前为子孙后代把空间与通道准备就绪。新加坡真正要挖开的不仅仅是一条海底隧道，更是通往未来无限可能的通道。可行性研究的最终结果可能会建议开工，也可能会评估出其他更优方案，但这恰恰体现了决策的科学与理性。真正令人瞩目的是那种在几十年前就为几十年后做准备的战略定力。今天，德光岛是重要的军事训练基地，未来它可能孕育出500公顷充满活力的民用空间。今天，新兵们依然乘船穿梭，未来人们或许能通过深邃的海底隧道轻松直达。每一代新加坡人都在为下一代创造更大的空间、更多的机遇与无限的可能。这条正在研究中的海底隧道，连接的不仅是德光岛与新加坡本岛，更是今天的新加坡与几十年后那个更加强大的新加坡。面对这样跨越数十年的超前规划，你认为在技术与成本平衡的前提下，新加坡最终会选择开挖这条海底隧道吗？对于这预留出的500公顷未来空间，你觉得它最适合用来打造什么样的城市新功能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